俄罗斯有4个没想到，为什么却成了最大赢家？大家好，我是肖玉华。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，到现在为止，到底谁是最大的赢家？可以说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在上一期节目中说到，美国在这场俄乌冲突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，大发了一笔战争财，乌克兰的国难财，并且遏制了俄罗斯的发展，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的整体实力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美国已经达成了它的战争目的，属于这场冲突的赢家。然而，俄罗斯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是亲自下场的主角。通过1年来的对乌战争，我认为这场仗打出了俄罗斯的无奈，主要体现在俄罗斯有4个没有想到。一是俄罗斯没有想到把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，目前有点陷入战争泥潭的状态，进退两难。这次俄乌冲突以俄军空袭拉开序幕，乌军进入全时防空作战状态。俄军兵分3路，一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方向进攻，第2路向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方向进攻，第3路向乌克兰重镇马里乌波尔方向进攻，很快便实现了对主要城市的合围，如北部方向的基辅、苏梅，中间的哈尔科夫，东边的马里乌波尔。乌克兰主力部队退守城市，但是距离俄军的速战速决、破敌就范这个作战目的还有很大的差距。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兵力过度分散，形成不了一个拳头力量，只能把乌军打怕，但没有打服，打成了夹生饭。这是俄罗斯战前没有想到的。大家都认为俄罗斯凭借其强大的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雄厚实力，对付一个乌克兰完全可以做到以摧枯拉朽之势完胜乌军。可事实呢，却打成了现在的拉锯战、持久战。第2个没想到的就是俄罗斯没有想到美西方国家介入这么深，表现得这么无赖。这一点俄罗斯在战前确实没有想到。在开战的初期，美国多次表态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装备，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情报信息支持。随着冲突的不断深入和加剧，美西方国家反悔了自己所说的一切，试探性的、逐步的把俄罗斯逼向了绝境。不但提供战场情报信息，还提供了进攻性武器，包括了战机、坦克、战舰，将来都会向乌克兰源源不断的提供，让本来俄乌力量悬殊的一场非对称攻防战，在美西方的援助下打成了难分胜负的焦灼战。第3个让俄罗斯没有想到的是，俄军在战场上表现那么差。俄军自己也承认，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表现差强人意，在战斗中暴露出来很多的问题。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信息显示，当俄罗斯投入了25万人的时候，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.4万人左右，占到了俄罗斯总投入兵力的近1/10，可以说伤亡惨重。而在俄军伤亡当中，地面部队的损失人数占据了绝大多数。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，我想应当是多方面的。我们说俄罗斯的两头非常突出，硬实力非常硬，软实力又非常软。俄罗斯的硬实力指的是核武器。俄乌冲突1年多以来，俄罗斯多次喊出核战，对西方进行威慑，美西方也不甘示弱，多次进行核战演练。到底会不会发生核战呢？我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，就看美西方国家把俄罗斯逼到什么程度。目前全世界的核弹头数量，据2019年统计的结果是，美国是6185枚，俄罗斯是6500枚。俄专家称，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已经进入战斗值班状态，可以在1分钟到4分钟以内把核弹送到任何一个北约国家。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如果把俄罗斯惹急了、惹怒了，一瞬间北约国家就会遭到灭顶之灾。难怪萨尔马特就有核弹之王、灭国神器、反导杀手等多种凶猛的称号。
可以说，现在真正能够实现核战的国家，排在首位的应当是俄罗斯，因为它有想法也有办法，而美国有想法却没有办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高超音速导弹，俄罗斯已经有多款的这类导弹进入战备值班，随时应对突发情况，比如说匕首、先锋高超音速导弹，另外还有锆石、锆玛瑙、航母杀手陆续投入战备值班。如果加装核弹头，造成的毁灭性危害就会更大。再加上俄罗斯拥有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，当前美西方国家无论怎么叫嚣，都没有真正下场和俄罗斯直接交战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忌惮俄罗斯手里握有核武器。刚才说了，俄罗斯的硬实力非常硬，现在咱们再说说俄罗斯的软实力有非常软。软实力方面，主要是俄罗斯的侦察情报系统、指挥信息系统以及战役战术作战方面的问题。回顾俄乌冲突1年以来，俄罗斯吃亏都是吃在信息不畅、情报不准、通信受阻、战法呆板等等软实力方面，从而导致俄罗斯空天地海等军兵种之间各自为战，没有联合成一体，相互之间协同配合，火力支援断断续续。俄罗斯的战略纵深被炸，前线士兵遇袭，指挥员被击杀等等，都是指挥、侦察、情报、信息方面出了很大的漏洞。再加上俄罗斯这次作战用了第一次、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期的战法，我们说已经过时了。如果把过去的战法再运用到现在的俄乌战场，特别是信息化武器装备高度集中使用的战场，显然是不够的。所以俄罗斯具有上述软实力方面的多项不足，导致俄罗斯在战场上表现十分的拉胯，这也不足为怪。俄罗斯第4个没有想到的是，没想到泽连斯基那么抗打，打不死的小强。战前俄乌之间的军事实力不在一个层级水平上，俄罗斯对乌克兰是全方位碾压级的超强实力，经济实力更是不在话下。另外，俄乌两国统帅之间的能力水平、经历、阅历差别还是非常大的。普京任过2任总统、1任总理，而泽连斯基只是一个喜剧演员，没有从政的经验，和普京相比，方方面面都没有可比性。但就这么一个泽连斯基，这么一个极度贫困的乌克兰，俄乌两国打了1年多了，目前仍然不分胜负，这是俄罗斯没有想到的。当然，这与美西方国家的援助有直接的关系。现在倒回头来想想，俄罗斯有没有必要打这一仗？如果不打这一仗，行不行？我认为俄罗斯已经被美国领导下的北约给逼上了梁山。如果不打这一仗，俄罗斯肯定会被美西方不断勒紧的枷锁，把俄罗斯活活的给勒死。所以说，这一仗必须打，不打不行，已经躲不过去了。这一仗是俄罗斯的生存之仗、存亡之仗，因为美西方的目的非常的明确，就是要打垮俄罗斯，甚至要推翻俄罗斯的现政权。其实俄乌两国打到现在，尽管俄罗斯遇到了种种的阻力和困难，尽管俄罗斯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，但是我仍然认为俄罗斯已经是这场冲突的最大赢家。因为从沙皇俄国开始，他们的战争目的就是扩大领土疆域。俄罗斯通过公投把乌克兰4州纳入俄罗斯的版图，已经通过法律成为了俄罗斯的领土了。只要能够守住这4地，俄罗斯已经是最大的赢家。大家知道，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4个州顿涅斯克、卢甘斯克、扎波罗热和赫尔松，都是乌克兰最富庶之地，也是乌克兰的黄金地州，包括了欧洲的粮仓、工业的重镇、出入海口。然而，给乌克兰留下的西部几个地州大都是以山地为主，经济发展非常落后。所以，美国打仗要钱，俄罗斯打仗要地。有了地就有了人，有了人就有了钱，这是自然规律。说来说去，土地是最可宝贵的财富，有了土地便有了一切。
从这一点来看，我认为俄罗斯是这次冲突的最大赢家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